罗贝尔特为了给主人报仇，要杀光合众国部队，而洛克受加西亚所托要找回罗贝尔特。在洛克说服莱维之后，他们的调查终于有了进展。从情报贩子嘴里，莱维问到了罗贝尔特的住处。二战时期，日本人为了打持久战而在这里挖了一条地道，罗贝尔特就躲在那里。洛克带着加西亚和法拉朝地道赶去。与此同时，潜伏在城里的 NSA 士兵发现了异常，他们的电话被监听，道路被封锁，周围的小贩和妓女也都消失不见，到处都是监视者。合众国的军队、哥伦比亚革命军，再加上闻风而来的不少人，前面等待他们的可是一场大混战。莱维知道仅凭他们闯进去就是找死，于是中途下车给香华打去了电话：“姐们儿，有钱赚来不来？”与此同时，哥伦比亚黑帮正在朝 NSA 潜伏地靠近，电源线突然被切断，小队趁机悄悄上楼，想要扔出燃烧榴弹，没想到后门突然传来剧烈射击，榴弹滚到了自己脚边，紧接着屋内的人引爆反步兵地雷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整个2楼都被炸毁。惹血的成员察觉到不妙，冲上楼，发现同伴已经全被杀了。2楼房间的墙壁被完全贯穿，就连地上都埋着扯线地雷。NSA 冲入阳台，少校警惕地发现对面楼顶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人影，立即掏出烟雾弹遮蔽视线。下一秒，恐怖的重狙就朝他们轰炸而来。等到洛克赶到，已经晚了，双方已经开始激烈交战。加西亚仍旧不肯放弃罗贝尔特，但是洛克不能陪他去了。达基警告过他，一旦罗贝尔特和美军开始交战，他就必须收手。临走前，洛克给了加西亚一个信封，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再看。莱维和香华负责护送加西亚。莱维见法拉用的散弹枪，就告诉他必须要一击必中，只要把对手看作烂掉的看板就行，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出色的枪手。法拉没好气地表示他是不会走莱维的老路的。天台上 NSA 的部队在罗贝尔特的炮轰下紧急撤离。与此同时，革命军赶到，试图通过武力将人赶到天台，却没想到罗贝尔特躲都不躲，直接单手朝着重狙将对手挨个轰成了肉末，紧接着一个漂亮撑杆跳消失到了楼顶。另一支军队的指挥官看得出这支掠潜正在紧咬着 NSA 不放。莱维和香华闯罗贝尔特所在的大楼，将下楼准备追击的革命军小队杀了个精光，结果忘了留活口问情报，找了一圈后才发现一个没死透的。莱维让法拉给他翻译，问出罗贝尔特所在地就带他去看医生，结果刚问出了罗贝尔特的行踪，莱维啪啪2枪打死了士兵。法拉惊呆了，他没想到莱维居然这么残忍，他愤怒地将手里的枪对准了莱维，明明对方已经在求救了。莱维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滥杀无辜，他抱着好玩的心态杀人，和变态杀人狂没什么两样。下一秒，香华的刀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如果非要在这个时候讲什么道义，他们可就撤了。加西亚拦下法拉，让他们继续前进。这是个污秽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是恶棍，但他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专业麻烦处理人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更希望法拉能保持自己的信念行动，然后大家一起回家。加西亚能否追上罗贝尔特，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。NSA 现在已经无路可逃，甩掉罗贝尔特这头猎犬是不可能的事。洛克已经布好了棋局，为的就是让美军撤离，同时他还在等待另一支关键势力的登场。张大哥给洛克打电话让他收手，就是因为洛克想要在棋局上走将军这一步，他才会跟着下注。但事已至此，洛克又不欠任何人的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就是伪善，那比恶行的性质更加恶劣，不仅是对对方，连自己也要欺骗的毒药。不管是加西亚还是女仆，都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已。洛克愤怒地大骂张大哥是禽兽不如的混蛋，没想到张大哥哈哈大笑，他看上的就是洛克这一点。洛克的愤怒首先是对场币百游戏的不甘心，其次因为内心深处的逆鳞被触碰到了。和洛克相比起来，他要更早而且更深入地理解人心。他这个深陷黑暗中的黑帮老大，曾经也是凭借一腔正义维护法律的香港警察。张大哥让洛克赶紧意识到他自己也不过是一枚棋子，然后赶紧退回后方。洛克当然不会放弃，但是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结束的。罗贝尔特在最终 NSA， 而革命军和哥伦比亚黑帮尾随其后，两队人马突然撞上，结果就这么干了起来，搞得后方莱维几人被堵了路。香华这次还不是一个人来了，还带来了电锯手索亚和中二病罗顿。当然，罗顿的脑子一直不怎么好，枪声不断，完全分不清是谁和谁在交战。NSA 上校下令留下佯攻班，然后等到罗贝尔特出现之后联合夹击。哥伦比亚黑帮绕后偷袭革命军，结果被莱维和香华瓮中捉鳖。法拉趁机带着加西亚突围朝罗贝尔特赶去，结果去到半路和另一队革命军撞了个正着。法拉让加西亚先走，他来断后。这时罗顿突然出现，开始装逼，趁着革命军被他吸引，索亚超级电锯把几人拦腰锯成2半。激烈枪战下，法拉被迫和加西亚分开，加西亚躲进了一栋楼里。听到有脚步声正朝他靠近，他害怕的躲在墙角，闭上眼睛，却正好和罗贝尔特擦肩而过。通过镜子的反光，罗贝尔特观察着楼下对他实施包围的革命军。罗贝尔特杀死了进攻到3楼的士兵，同时在地上发现兴奋剂的加西亚也察觉到了罗贝尔特的到来。他战战兢兢地越过满地的尸体来到3楼，却正遇上革命军首领和罗贝尔特的对峙，只能再次躲了起来。没想到凶悍无比的猎犬完全不是首领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制服摁在了桌子上。首领隶属古巴特殊作战部队，对罗贝尔特的招式了解得一清二楚，
上头想要罗贝尔特的脑袋，但是他却不想，而是想要将罗贝尔特重新带回革命军。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组织不可缺少的，就算被当作女仆在乡下的小屋里饲养着，他也无法抗拒血的味道。加西亚捡起一根铁棍，正打算救援自家女仆，没想到罗贝尔特居然同意了对方的说法。那里的确是个无聊的地方，没有血也没有枪声，老爷子死是让他脱离的好机会。他的目标只有 NSA 的脑袋，只要事情完成就会跟他回去。首领转念一想也不错，结果罗贝尔特话锋一转，一想到以后的事，他就觉得应该和首领搞好关系。说着大腿盘上了首领的腰，居然开始当场勾引了。瑟瑟头上一把刀，首领享受起了征服猎犬的快感，就这么旁若无人的亲密起来。被迫听讲解的加西亚快要绝过去了，死咬着指头才能不哭出声。无自觉的两人已经进行到了脱衣服的环节，首领还是留了一点警惕在身上，拿枪指着罗贝尔特让他自己脱，却没想到罗贝尔特刚解开皮带，几发子弹就朝他射了过去。没想到吧，老娘在皮带里都藏了枪。首领腹部中弹，血流了一地，他想要拿枪，却被罗贝尔特一脚踹翻拎了起来。他早就看清了革命军的嘴脸，是绝对不会回去的。这个世界上能给他戴上项圈的只有一人，那就是他的主人加西亚，是他拼上性命都要保护唯一的存在。只有为了加西亚，他才会追逐仇敌，将他们的骨肉撕咬至粉碎。这样的他已经不再是猎犬了，而是得了重病而走失的狼。罗贝尔特的重拳狠狠朝着首领的脑袋砸去，而就在他将首领的脑袋砸得稀巴烂的时候，加西亚出现了，居然让加西亚看到了这样的自己。罗贝尔特当场崩溃了，他尖叫着将自己缩成一团，让少爷不要看自己。但加西亚也因为极度的惊恐而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亡灵的幻影再次出现在他身后。罗贝尔特身上一直留着众多细小伤口，那些伤口被掩盖在安稳和平的生活下发脓溃烂。如果他选择一直和加西亚生活下去，伤口总有一天会愈合，但他却亲手把这个机会浪费掉了。如果他不能获得原谅的话，今后还要怎么在那间屋子里生活？罗贝尔特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，他无法接受被加西亚看到这种不堪的场面，坚定地认为现在的加西亚不过是亡灵给他制造的幻影，真正的少爷一定还在庄园里等着他的凯旋，会对他露出微笑，而他是绝对不会被蒙蔽的。说着，罗贝尔特掏出枪，对准了地上的加西亚。枪声响去， NSA 的电台发来通讯，他们已经发现了目标，并在混战中保护了一位少年。